哇，找找太阳在哪儿呢？看太阳什么颜色？在这儿能看看太阳什么颜色？看到了吗？找一找，在天上。啊，你往爸爸这边来一点。对，到哪儿有点看不见。找到了吗？对。狗狗生气了。走吧。哦，现在看不见了，看。OK， 我们继续来绑定这个罗伊德。Continue our Lloyd。笑啥？看你的电影。Good night。我们先绑这个啊，这是角色的主骨，在这儿呢啊，在屁股下面，在这儿呢。你干啥去？顾得白了您那。我老婆烦我。裤衩上。好，这个角色呢，然后它的主骨在这个地方绑定呢。一般来讲，先把它的踩在地上的这条腿绑上啊。虽然咱们可能不太可能动它的下面这两条腿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下半身坐在这儿嘛，它不动。但是按照习惯来讲，还是绑一下，正好呢，让不知道怎么绑 AK 的人看一下。这是它的右腿啊，大腿、小腿两根骨骼绑定，然后选中这个地方新键 IK constraint 约束 constraint， 然后这是右腿叫 leg R 右腿，这个脚就绑在这儿了。然后我们在动它的身体的时候呢，这个脚就会定在这个地方。当然一般来讲它的这是腿啊，然后它的脚也要绑一下啊。简单的话，直接把这个脚的继承属性旋转去掉就行了，然后它就不会转了。但是呢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要给它绑一下，因为直接去掉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做这个角色镜像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啊。这是角色的镜像，如果直接把它的旋转属性去掉的话，我们看看镜像会出现什么问题啊？你看，它的脚不会变过来啊，这就会有点问题。所以如果省事，你确保不会镜像，那就这样做啊。如果保险的话，就是再给脚单绑一个 IK constraint， 定在这个地方啊。这是 foot R foot R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两个 IK 骨骼现在是平行的状态。一般来讲呢，我会把它脚腕的这个骨骼赋予到脚尖的这个骨骼啊，让它作为它的一个子骨。你反过来赋予也可以啊，都行，看你的习惯。这样呢，就是我一般在操作腿的时候，比如说做它的行走动画，就直接控制脚尖的这根骨骼，然后脚腕的这种旋转呢，就是直接旋转这个骨骼啊，都可以。这是一个保险的绑定。当然了，绑定之后啊，注意看，我们如果移动这个沙发的话，这个脚还是定在这个位置。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图层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先说这个 IK 啊，就是我们在移动沙发的时候，应该是整个人物跟着一起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创建的这个 IK 啊，这个 IK 它呢是在 root 下的啊，是在 root 下的，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要把它绑定到这个角色的主骨内。这个角色的主骨是在这儿啊，所以绑定到这儿。当你绑到沙发下也没问题啊，这样移动的时候就一起走了。好，刚才呢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注意移动一下看看。这儿有问题是不是？这个呢，因为是在 PSD 分层的时候，它有的图层有的时候那个图层分的并不正确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在 Spline 里面给它调过来。现在这样做，看这个他的左腿的裤腿压住了整个左腿应该是压住右腿的啊，所以但是这个右脚压住了左脚，所以这就错了。那么我们在插槽模式下调一下图层，这个图层呢应该是这是左腿啊。12，这是左腿，所以呢，它的左脚包括后面这一部分啊，裤腿后面这一部分也应该直接放在12下面，这样图层就正确了。
这样图层才是正确的。总有人会觉得，那他根本不会做出这种动作，为什么一定要调？习惯，好的习惯啊，好的习惯。好，这是脚部的 IK。那他左腿的这个 IK 用绑吗？其实目前看没必要绑啊，因为它本身这条骨骼可能不太可能会动啊，咱们只需要动这个左腿有一点这种小的摆动就行了。然后下面的这个 IK 呢，应该是大臂。这种绑定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看他的胳膊是架在这个沙发上的，所以他的大臂定在沙发上这个点啊，这胳膊肘这个点应该是不会动的。无论我们怎么去改变他的上半身啊，他的大臂应该一直是定在这个地方的。所以在这儿呢，要给大臂定一个 IK， 直接定在这个地方，这叫 arm L R U 啊，上臂的一个 IK 定在这个地方啊，你看这样，我擦吧，好啊，看一下啊，这个 IK 定的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只不过我们在转的时候，它会有这种方向是确定了啊，但它还会这个骨骼还会朝这个 IK 下面这个方向移动，所以现在呢要给这个 IK 修改一下。首先我们要把它定在沙发啊，定在沙发的主骨里面，这是胳膊的这个骨骼啊，绑定到沙发的主骨里，这样保证它移动的时候是一起移动的。否则会怎样？否则会这样，看见了吧？好，这个先绑定到这根骨骼，然后修改一下这个刚才的 IK 的属性。这个 IK 属性呢，改成其实有一个属性应该叫伸缩啊，看一下，这两个属性不怎么常用。compress、stretch， 看咱这英语都会念是吧？stretch 应该是伸缩，一个是拉伸，一个是伸缩啊。如果都点下去的话 ，stretch， 然后它就会拉伸变短，会做这种动作。当然，这个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啊，你做一点这种动作没问题啊。你要是太大的话，就不正常了。所以有一点可以，有一点可以。然后无论这个角色的怎样拉伸啊，无论怎样拉伸，它的小臂的方向基本都是一致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保证小臂方向一直是在这儿的话，那么也给它做一个 IK 属性，你可以绑得远一点啊。这是 arm L D 小臂的一个方向，就是你怎么拽，它的方向都由这根骨骼来确定。还有呢，就是刚才我们选择了这个 IK 属性的拉伸和伸缩效果，把这个先去掉，就是伸缩。它呢，子骨注意小臂的骨骼会受到上面骨骼拉伸的影响啊，会变形，所以呢，可以把子骨小臂的子骨的比例继承属性去掉啊，这个就没问题，但感觉不太对，对吧？还是加上吧，不去了。只要别做巨大的变形就可以啊，否则的话，你去了也有一个问题，去了的话，就是我们如果整体的角色要缩小的话，你看它的这个大臂是不会缩小的。所以这个还是保持吧，保持。如果真的出现特殊的这种情况，再单调一下就好了。这是大臂。后面要做的动画呢，可能是上半身，就有一点这种上下的起伏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那么下一步呢，就是它的右臂啊，右臂首先是，找了半天是这个 IK 的问题啊，这个骨骼方向刚才太靠上了，给它拽下来就好了。这是左小臂的 IK 啊，为了保证它的始终拿的报纸的方向是一致的，但是这个大臂其实切的是有点问题啊，我可能后面会给它重新切一下。好，我把这个地方重新切一下啊。好，我们进入到 Photoshop 修改一下它的图层，这个本身也是工作当中的一种实际情况啊。做完了以后发现切的不对，对吧？切的不对，本来这个切的当时可能就考虑的有点欠妥，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啊，典型的错误
错误是哪儿呢？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啊，一个完整的东西，不要从中间切。我当时可能只考虑到被报纸遮住了，它不会有这种太大的问题。当然后期动画我也可以这样遮啊，但是对于强迫症来讲，就是对于一个正确的分层方法，这其实是不对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修改一下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先把右臂啊，先把右臂的小臂切下来，从这个地方切下来。当然，之前主要考虑也是因为它是一个线条造型，切的时候可能补图，我怕补不好，所以就没有那样切。其实这种漫画还是不太好切的。你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明显的分界线，那，哎呀，就在这种地方吧，尽量沿着它的线条结构来切。这儿切一下，哎，从这儿切开。好，这是小臂啊 ，make a selection， 创建一个选区，这个我就不直接切了啊，复制一下，然后原位粘贴。注意看，复制了这样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一层，呢，我就用这个橡皮啊，然后这一部分都给它，这一部分都。选区吧，用选区带一点这种羽化啊。注意刚才我们切的这个地方，大臂一定要这样来切，就是直接给一个 delete 就行了。下面带一点这种虚边，然后上面这个小臂盖住它啊，这样来切。边缘呢可以稍微给一点这种，边缘稍微虚一点啊，稍微虚一点就行了。只要没有大的穿帮就可以，这是大小臂就分开了啊，本来就应该这样来分啊，就应该这样来分。这就有点穿帮了，先这样吧啊，先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身体把大臂切出来，大臂应该是从这个地方，带着线条切啊，这个看谁压住谁了，应该是如果大臂有移动的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应该是大臂可能会压住一点身体，尤其这个地方。那这样从这儿拐过来啊，从这儿拐过来，把整个大臂这么切出来。然后这个身体呢，身体这一部分就应该补图了，补图，这样补。上面隐藏看一下啊，直接补到这个地方，补图。尽量沿着这个边缘啊，尽量沿着边缘。我们要用一个它的智能填图的一个方法。好，选区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选择用这个这种选区工具，在这点右键选择 fill 啊，填充，这是一个智能填充，它能根据旁边的这个图自动判断出这应该填什么图啊，还是挺管用的。大臂显示出来，然后这是刚才切的上半截这个大臂，这两个大臂应该是放到一起的啊。这两个合层啊，合到一起，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整体。但它中间这一部分怎么办呢？中间这一部分用修图工具，你只能这样大概给它修一下，做一个过渡就行了。因为它在漫画嘛，画的时候肯定不会考虑被遮住的地方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啊。但是做动画就不行，做动画就得把这些没有的地方都画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看，这样。这个分层就舒服多了，对吧？一个大臂，一个小臂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替换进去 ，Ctrl+C， 新创建一个啊，这是大臂，保存，我们把它存到我们的角色在哪里 ？Here， 洛伊德，然后。别的图咱们不替换啊，存成新的，这是26，我的26。然后这个身体呢，身体也存一张新的吧。它的大小如果一样的话，可以把原来的替换，这个可以替换啊，看看原来那张图是哪个。这个 Lloyd 005。不替换了，存新的吧，一会儿换一下图看看。
027，然后是小 B， 028。好，然后回到 spy， 我们把图换一下，这个先把它换了，看有没有问题。005换成027。What's up？ 027，这个图就在这里。为什么会看不见呢？它可能路径没有，写的不对啊，路径应该是low一德027，这就对了。好，图没有问题啊。然后这个网格要修改一下，因为之前我们那个网格是带大 B 的，所以在这儿呢把这个网格modify 一下子。modify， 这一块呢，这根线可能就不需要了，是吧？哇塞！天哪！你在原来乐元素的时候，我的电脑就每天都蓝屏，然后他们就管我叫蓝屏杀手。不是蓝屏杀手，电脑杀手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我的天赋已经传染到 span 上了。天哪 ！Submit error no close。你再开一遍，看看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好，应该没事啊。哎呀，图没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修改这个路径，直接在这儿修改就可以了，不用刚才那个了。027换一下图啊，它名字都是分开的啊。你看，一个插槽的名字，一个图片的名字，一个路径的名字，都可以不一样，有点乱。好 ，modify 改一下，刚才就是深这根线出问题啊，有的是。咋的了？我遭天谴了。这就是，span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，之前也遇到过，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网格会就是这样，你特定的去做一个同一个操作，它的网格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问题啊。我们先把这个线去掉，真是不行，那就是那张图片有问题，或者是网格有问题。不能改，重做一个吧。好，先把这个图放进来。我们之前那张图是027啊，那先把它网格改掉，对吧？这样就不会死机了。先把它的图换过来027，好，然后重新创建网格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它可能内置的 bug 什么的。这都是小问题，是吧？领子这儿给点网格，可能会拉伸的地方。这种地方给几根横线。这种横线呢，其实就避免这儿变形过度的，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啊。像我这个，好，然后绑定这根骨骼，这个骨像这个大臂就不用绑了，然后是这3根骨骼。OK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把这张图得换掉，是吧？这2张图，先把大臂放进来，大臂肯定是在这根骨骼下的。大臂是哪个图？哪个图？026吧，对，026。归零，它的角度肯定是0度啊，世界坐标系的0度，放在这个地方。跟下面原来那个骨骼那张图片的位置比一下，肯定是在这儿的。然后这张图呢，直接删掉，这个图肯定也不对了。选它吧，选小 B， 先把那个图放进来，那个图是028，放进来，世界坐标系角度肯定是0。好，先确定位置啊，跟原来的图比一下位置。
OK， 没问题了。然后原来的这个图直接 delete， 这样呢再重新创建大臂小臂的网格。这样看着才对嘛，是不是？做东西呢就得用正确的方法，有的时候偷懒反过来就是更麻烦。像刚才我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。有的时候我在工作当中也偷懒啊，没事就没事，一有事就很麻烦，反过来修改还得。好，然后这个转折的地方呢，给几个网格，看样子给的也不是特别的精确啊。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它的动作会很小，它呢应该是绑定2根骨骼，否则这么转，你看这个地方就有问题。绑定大臂小臂，测试一下啊，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这个地方分裂了呢，就用权重修一下啊，权重这根骨骼的权重稍微大一点，旁边的骨骼，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。这个肯定是啊，这个也有点问题啊，这个应该绑2根骨骼，绑一个大臂，绑一个肩膀，然后在肩膀的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这儿缺少点啊，缺少点。它跟大臂跟这个身体接壤的部分，给一点这个肩膀的骨骼。好，没有大问题，可以了。然后调整图层，这个图层呢肯定是在这2根骨骼啊，这2个图层肯定是在大臂，在这个身体上的，身体是0.5，好，放这儿，看一下，没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加一下 IK， 你看，继续 IK 啊，看这么半天才要绑定右臂的 IK， 右臂呢是搭在它的左腿上的，那么就大臂小臂一起来创建 IK， 因为它是小臂搭在左腿上，所以呢就是2根骨骼一起来创建，这个骨骼叫 R 右臂搭在这个地方啊，这样是吧？然后这个骨骼应该放在哪里呢？它放在右腿上左腿上放在左腿上，对吧？这样我们在动这个腿的时候，手臂也会跟着一起来动。往下一点，好，然后它的右手呢，应该是一直垂着的，所以右手也应该给一个 IK 就放在这个地方。Hand R 啊，右手，它呢应该放在哪儿？它放到沙发里，它应该放到角色里吧？放到角色里，放到角色里，因为它呢是搭在身体上的，这是搭在沙发上的，所以它的主骨是沙发，它的主骨是身体。是角色，他呢无所谓了吧？他的主骨是沙发，对。好，然后我们用了几个 IK 啊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 IK。好啊，这是 IK。今天呢，我们把这个 IK 绑完啊。我们在做这个脚部，左腿摆动的时候呢，我其实喜欢直接调整骨骼的角度啊。你要给它一个 IK， 让它垂着，这样左右摆也可以啊，看你的喜好了。就像这个手啊，这样来回摆，直接操纵这个 IK 是没问题的，都可以啊。好，今天呢 IK 就讲到这里。下次呢，我们来做约束动画啊，就是控制它的一些转面的效果。好了，欢迎订阅毛怪先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要追你。哎
路口停一下啊，这儿停一下，小心。哇，你看上面那儿跟海市蜃楼似的，上面那楼顶，看那儿了吗？哇，看不见了，突然，刚才有那个玻璃的反光，好像就飘在天上一样啊。拍到了。拍到了。